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时期，美国情报界屡次拿台海说事，其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耶都强行将中国台湾与乌克兰相关联，肆意揣测大陆动向。美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耶还表示，我们必须与包括台湾军方和领导层在内的印太伙伴合作，帮助他们了解俄乌冲突的意义，他们可以吸取什么教训，以及防务和训练经费应该花在什么样的刀刃上。要知道，5月20日，岛内刚刚完成了纳入所谓俄乌战争启示的汉光38号兵器推演，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情报界的反应也就并不那么令人意外。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近日还宣称，美方定期与台湾就不对称战略的最佳系统、最佳能力进行例行对话。据美媒报道，拜登政府也正在推动台当局订购用于不对称战争的导弹和小型武器。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也在美媒大谈所谓乌俄冲突对台启示，表示除了要持续发展不对称战力，也要强化争取理念相近国家支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日应询指出，吴钊燮之流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牺牲台湾民众福祉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政治私利，是彻头彻尾的台独顽固分子。有关台独言行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谋独本质，其桩桩劣迹记录在案，必遭严惩。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近日还在媒体上说，据美方人士透露，因为俄乌冲突的启发，情报的分享比直接派军队进入更有效果，美台军事合作的形势已经改变。这种说法完全属于无稽之谈，因为这背后是属于典型的美国的金蝉脱壳之计，也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提供情报，我可以给你出售一定的武器，但是我不会给你直接派兵。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被拖下水，那么想去实现自保。另外一个，如果说未来那么台湾出现冲突，美国的这些情报合作有没有帮助呢？其实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和乌克兰不一样，台湾很小。那么在第一时间，台湾的这种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就有可能会被摧毁。那么在电已经被断，网已经被断的情势下，你还怎么和外界进行沟通？你就没有可能进行任何的情报合作。所以妄图利用情报来对台湾进行支撑，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是没有任何可行性的。另外，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史达曼本该隐秘的行程被泄露，显然也是刻意为之。日前，美方接连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拒绝向台湾地区出售 M109A6 自行火炮、MH60R 反潜直升机与12D 空中预警机，涵盖台军陆海空装备规划。这次美国也是通过史达曼给民进党当局派定心丸，弥合之前因军售案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分歧。而更重要的是，美情报高官2度访台，也是向外表明，台湾仍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拜登3次口误协防台湾，外界都在猜测美国会否改变对台战略模糊的风口浪尖，放出这样的消息，也不乏进一步试探的意味。美国的确是在往战略清晰这个方向来去演化，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关键的考察指标，但是我们也要去看到，就是美国这种战略清晰化方向的同时，它也在玩弄平衡策略，也就是每向前走2步，它也要去回1步退1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方面是因为美国想打台湾牌，所以推动它对台政策往战略清晰方向走，但与此同时，他又怕打台湾牌的力度过大，导致引火烧身，所以他又开始在往传统的战略模糊方向来去引导。这也反映了美国其实只是想把台湾当做一个筹码和棋子的真实的心态。台安全部门前副秘书长杨永明日前就撰文指出，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对抗中打台湾牌的意义在于凸显台湾的3链价值，即所谓的第一岛链、半导体供应链、民主价值链。他分析认为，从台湾的3链价值而言，台湾应该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
但拜登政府仅仅在表面上支持台湾，进行掏空一中政策作为，实际上并未真正提升双方实质关系。美国对于台湾这颗棋子，最重要的是图谋去榨干台湾的剩余价值。例如说，目前台湾在芯片制造等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如果说台海出现了紧张的态势，美国人给出的方案、给出的策略就是直接摧毁。例如说，美国有专业人士声称，如果说台海发生冲突，那美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摧毁台积电。那么另外一个，那最近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的议事录，这个是2022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里面明确说，如果说台海出现冲突，美国就应该派兵去摧毁台湾的基础设施。这种毁台论也应该让岛内的民众早日睁亮自己的眼睛，早日认清现实了。